上一讲谈到唐蒙从偶然吃到的一份举荐开始，顺藤摸瓜，搜集整理信息，终于向汉武帝提出了一项开辟新通道、收服西南夷、吞并南越国的恢宏计划。唐蒙的计划书里的每一个重点都骚到了汉武帝的痒处，尤其是可行性分析部分，提前想到了所有在关键节点上可能遇到的难题，然后证明出这些难题只是看上去很难，其实破解起来轻而易举。第一个难题是南越国好端端的认了汉帝国当大哥，自己挨了打都不敢还手，而是敦请大哥出面调停。做小弟都做到了这个份上了，当大哥的反而去打人家，还要吞并人家，道义上实在是说不过去啊。汉帝国虽然实力强，但也不能不要脸啊。唐蒙的解题思路是，南越国根本就没守小弟的本分，国王在国内悍然使用皇帝仪仗，是可忍孰不可忍啊。第二个难题是，好吧，道义问题就算解决了吧，但是就算开通了新通道，汉帝国依旧需要派遣大军远征南越，就会面临高昂的人力物力动员成本。唐蒙认为没关系，夜郎国的10几万精兵就是现成的兵源，只要夜郎国可以为汉帝国所用，那么从夜郎走臧柯江顺流而下，兵临南越首府番禺城下，不过就是一次郊游罢了。第三个难题是，好吧，老是远征的麻烦就算不存在，但是从巴蜀开辟一条官道直达夜郎，这会不会很难呢？如果那边好修路的话，那还轮得着汉武帝呀？秦国在战国年间就能把夜郎和南越吞掉，并且实施有效管理了。但蒙亚不以为然，说巴蜀那么富饶，修一条路能有多难呢？根本不劳中央政府费心。汉武帝果然被说动了，批准了唐蒙的方案。事情的第一步并不是直接从巴蜀边境修路，而是先派使者到夜郎做好沟通，取得共识。于是武帝升任唐蒙为中郎将，统帅一支1000人规模的军队，带足了10000人规模的补给，出八福关，前往夜郎。史料虽然没有交代唐蒙一行人到夜郎要经历多少艰难险阻，但补给的体量达到常规所需的10倍，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。唐蒙终于进入了夜郎国，见到了夜郎莽、多同、梅逼和利诱双管齐下，双方终于达成协议，汉帝国可以在夜郎设置官吏，这就意味着夜郎国从此不复存在，变成了汉帝国的直辖郡县。夜郎王之所以会同意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件，是因为一来汉帝国委任的官吏不是外人，而是自己的亲儿子；二来呢，只要答应了这个条件，马上就有大把的金银财宝。而从汉帝国通往夜郎，一路崇山峻岭，夜郎王并不担心汉帝国真有本事能够奈何自己。夜郎周边的那些部落也是同样的想法。唐蒙成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使命，返回长安汇报工作进度。朝廷于是置夜郎国及其周边地区为前围郡。夜郎一带，今天的贵州省西部，理论上正式进入了汉朝版图。之所以说理论上，是因为汉政府并不能够对前围郡实施有效控制，夜郎莽多同答应并入汉帝国，这只是一个虚与委蛇之计，乃一个虚名，换取实实在在的利益而已。前围郡这个前字是牛字旁加右边建设的建，名字看上去很让人费解。文史学者陶元干先生深入考察过这个问题，发现前围郡的前字两汉年间并不存在，而是由5代北宋之际的文字学家徐铉、曾补进《说文解字》的，而我们看到的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都是宋朝以后的版本，这就意味着前围郡的前在汉朝应该是另外一种写法，另外一个字，另外一种意思。原本的前字不是牛字旁，而是木字旁，等于是屏障门户，写着写着就变成了提手旁，写着写着又变成了牛字旁。那么前围的原始含义就很明确了，就是作为汉帝国西南边疆的门户和屏障。
当然，在夜郎国人看来，什么前梅郡、什么门户和屏障，都是汉人勒令智昏的想当然，和自己没有半点关系。而在汉朝那边，既然设置了前梅郡，那就该着手进行第二步了。像唐猛当初描绘的那样，巴蜀不是富饶吗？那调动巴郡和蜀郡的人力物力修路，要从博道一直修到臧柯江畔。留心一个细节，不久前唐蒙出使夜郎走的是八福关，如今正式修路却不从八福关开始，而是从博道开始。唐蒙肯定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，知道从八福关修路难于登天，必须换一个起点。大家只是不知道，就算起点换成博道，前途的艰难险阻并不会更少。我们以今天的地理坐标粗略想象一下唐蒙要做的基建项目，相当于从四川宜宾修建一条路到达贵州遵义。今天要走成渝环线高速、荣村高速、仁村高速，行程是大约400公里。这可不是一马平川的400公里，而是翻山越岭的400公里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唐蒙踌躇满志要建功立业，并不在乎巴蜀两郡的千万个人、千万个家庭会为此付出多高的代价。就这样，唐蒙主持修路工作，征调巴蜀数万人开山修路。这项工程实在过于艰险了，以至于断送了很多条性命，侥幸未死的人也在成批的逃亡。郡政府为了政绩，以军法制裁逃亡人众，诛杀那些领头的人。巴蜀两郡因此动荡不安，人人自危。汉武帝得到消息，派司马相如到巴蜀斥责唐蒙，安抚民心。讲清楚，先前的种种倒行逆施，并不是我皇帝的意思。司马相如顺利地完成了使命，返回长安交差。汉武帝为什么会派司马相如去办这件事呢？司马相如为什么能够把事情办好呢？说到这里，我们就有必要接住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，了解一下武帝时代的这位第一才子了。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，字长卿，这并不是他的本名，而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和字。但因为仰慕蔺相如的媒人，所以取名相如。那么我们想到，蔺相如在赵国做到了最高级别的卿，也就是长卿，名和字就是这样关联起来的。那么司马相如的原名是什么呢？史记有交代说，司马相如小时候就喜欢读书，又学习了击剑的技法，所以父母给他取名为犬子。我们已经无法理解为什么小孩子因为文武双全，所以被取名为犬子。反正父母应该是很爱他的，所以给他取了犬子这个昵称，翻译过来就是小狗狗。从此以后，父母提到自己的儿子，总会谦称为犬子。需要注意的是这词只能指代自家孩子，如果指代别人家的孩子，那就是赤裸裸的侮辱了。犬子，这是司马相如留给我们的第一个文化语码。后来司马相如以资为郎，也就是像张世之那样家产达标，做了汉景帝的郎官。这是一个零距离接触皇帝的机会，前途无量。但司马相如的特长是文章辞赋，偏偏这是一个汉景帝完全无感的领域。后来梁王刘武入朝，带着邹阳、梅城、庄纪那些宾客，这样司马相如看到了新生活的前景，于是装病辞官，跑去了梁国。梁元宾客当中，从此有了司马相如这个活跃分子。但好景不长，梁王刘武过世，司马相如就只能回家了，家道毅然败落。司马相如也没有谋生的技能，眼看着就被逼到了绝路。幸而司马相如有一个好朋友，名叫王吉，时任临邛令。临邛顾名思义，临近邛崃山，是蜀郡的一座县城，今天的四川省邛崃市。邛崃令王吉邀请司马相如，原话说的是：长卿久宦游不遂，而来过我。意思是说多年来你到处求官都不如意，不如到我这里来看看吧。宦游，这是司马相如留给我们的第二个文化语码。我们读唐诗经常能看到宦游这个词，像什么独有宦游人，偏惊物候心。
与君离别意，同是宦幽人。哎，语言啊，都在司马相如这里。从成都到了临邛，路途啊不算远。司马相如果然来到王吉这里，而王吉啊特别够朋友，想方设法把司马相如高高捧起来，自己甚至啊甘当陪衬。临邛别看只是个远在帝国边陲的县城，但唐蒙说的没错，巴蜀地区富裕着呢。临邛富人多，最突出的一位是卓王村，产业有多大就不提了，单是奴隶就足足有800人。于是一个经典的戏剧性场面就要发生了，司马相如又要接二连三为中国传统文化创造经典语码了。我们下一讲再见。